能保密。看到这个我真想报警。端午节这天，导演哪儿也没有去，就在家看电视剧，偷偷藏不住。没看之前我就知道这部剧的剧情有问题。刚看了 TVB 的《天地有情》，觉得躲不掉，很烂。最高的和董洁版的《天地有情》差不多，有点不道德。我们必须允许文学和艺术创作的多样性。虽然看《洛丽塔》时感觉呼吸急促，但还是能在一定程度上警示人们，尤其是像我这样讨厌 LT 的人。但我忘记了，我偷偷藏不住，并不是《洛丽塔》那样的 QS 电影，它是一部国产偶像剧，而且也在暑期档播出。我在网上看了很多关于《躲不掉》原著的摘录，本以为这部剧的剧情会是不道德的，没想到却被包裹成了纯爱。然后像优酷这样的破平台，30个小时就破万了。这个数字到底是真是假，我不敢猜测。但不管这个数字是否真实，大部分都是学校刚刚放出来的那群凶兽贡献出来的。他们在阅读时感到困倦，但在学习课本之外的内容时感到精力充沛。这群王八蛋还真是什么都敢学。所以节目越好，流量越多，我就越感到害怕。偷偷藏不住改编自朱植的同名小说，讲述了段嘉许与桑植之间甜蜜青春的爱情故事。对度娘这么简单的介绍，只怕再多说几句，秘密就暴露了。豌豆线也是如此，剧中女主角的背景是一所高中，似乎每个人都有强烈的求生意志，但既然求生意志如此强烈，为什么作者写书时才20岁，大脑不健康，三观未必形成呢？羊毛。该剧甚至找了一个孩子来扮演高中2年级的角色。每次看到这个小女孩，我都会想，片场是否有人告诉她剧中角色的行为方式对她来说是危险的？我不会发布小女孩的照片，她越是敏捷早熟，我就越想报警。然后剧里要求角色进入高中就必须女扮男装，这真是让人抓狂。扮演10几岁男孩和女孩的青少年演员充其量是令人讨厌的，但他们的节目仍然很受欢迎。但25岁的女演员穿少女装，看起来很幼稚，一点也不可爱，这不是洛丽塔吗？举报快乐与灰太狼下架的爆料大军去哪儿了？允许这样的节目如此大的传播量，难道不是每个人的责任吗？中国影视剧没有收视率，这部剧以青春爱情偶像剧的名义播出，你就不怕小孩子以为自己可以爱上比自己大7、8岁的人吗？我查了一下，这部剧的男主段嘉许和女主桑洁相差7岁。桑植爱上段嘉许的时候，他13岁，读高2。后来20岁的桑植与27岁的段贾克斯结婚。高中谈恋爱的小女孩谈恋爱也不是不可能，小女孩有小心思很正常，但是20多岁的年轻人却看不出来，继续捉弄小女孩，这是不道德的。爱情里年龄真的不是问题，问题是双方都必须是成年人。现在你已经是成年人了，无论你是谁，无论你多大，都是你的选择。尊重、理解、祝福。CP 的年龄差异可以是7万和13万岁，或18和2700岁。20多岁、30多岁还可以，但13岁女孩和20岁男人就不行了。大多数人抱怨前者，但后者确实让你想报警。高中生窦楚凯可以爱上大学生，但大学生却不能连续勾引高中生。第一个还年轻，还没见过世面，直到对方反应过来，但大学生反过来勾引高中生，分分钟吃饭。这部剧的导演和编剧思考过这个问题吗？粉丝们，别说原著是这样的，这样的原创作品算不算好的原创作品呢？这个原创就是垃圾，你回收的越多，你的废物就越多。如果导演和编剧是这样讲故事的，正在读高中的女主对刚进入大学的男主有些戒心，而疲惫不堪的男主则只是将她视为朋友的妹妹，适度关心她，保持一颗平常心，适当的距离，哪怕是玩笑，也是调侃一个大孩子的表情和语气，可以像兄弟跟姐妹放屁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个十足的男人斗女人。我实质想知道男主会不会稍微改变一下他的打法，这样人们就不会那么想报警了。总之，
男主正确的三观和压倒性的生命活力在早期就展现出来，让观众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，明白女主对他的痴迷是因为遇到了对的人。年轻真是太神奇了，所以他永远不会忘记。然后详细讲述男主对女主青春期的影响，以及他给女主的帮助。他一心想着女主角对他的暗恋，却从未主动接近过他，即使偶尔有交集，他也不会打开，说一些愚蠢的话，说一些让你思考的话。女主进入大学后，带着多年来积累的感情主动接近男主，但通过一些事情，女主改变了心态，发现眼前的小女孩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女人，一个成熟的女人。当时的孩子，女主角的情感逐渐从朋友的妹妹变成了可以做朋友的人，合理合法吧？编剧、导演，你们还不明白吗？其他释放工业糖精的剧顶多是抱怨无聊，而你的剧强行释放工业糖精，释放的不是糖，而是一个要寻求的手令。导演和编剧选择了这样一部原创作品，并将其拍成了连续剧。他们没有把这部剧拍成青春无知的暗恋，也没有选择拍一个2年级女孩燃烧的灵魂。兄弟却选择让男主角出现在女主角面前，用大量柔和的光线和大滤镜说出一些狡猾大胆的台词，刻意渲染暧昧的气氛。与此同时，工作人员一直让女主角在高中期间一直穿着整齐。剧组怎么敢说他们没有和洛丽塔擦肩而过？这个节目我看了6集，每一集都是由初中生演员和高中生赵露思交替旁白，在耀眼的柔和灯光下，我完全感受不到少年爱情的无知，也感受不到爱上比自己大7岁的人的心酸和悲伤。邪恶的想法，这种 LT 的刻意引导和恶意迷惑，编剧难道看不懂吗？导演不懂吗？难道整个主创团队都没有明白吗？他们坐在镜头后面，看着演员的举止，看着浮夸到营造的气氛，难道他们不明白吗？他们知道如何假装不知道，对吧？这个节目的观众，尤其是小学生，这种剧大人觉得恶心，小学生却觉得是洗脑剧，让人心酸。我气得发疯，心情也不好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虽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陈远哲的长相，但他的整体氛围却很适合偶像剧，只是他的演技还不够好，无法驾驭这种角色的速度，所以显得油腻。但幸运的是，他还没有油腻到让人生病的程度。赵露思很奇怪，在惊涛骇浪中，她仿佛是在演一部偶像剧，暗中躲不开则是一部生活剧。在她的诠释中，女主角看上去并不像一个高中生，而是患有精神障碍。表演最出色、最自然的其实是马伯骞，他从一开始就对自己的颜值赞不绝口。我不认识这个演员，也不知道他以前做过什么，但是和男女主角相比，他的演技确实不错，甚至可以说是一股清流。至少他看起来像一个正常的兄弟，做着正常的事情。你知道名单中包括杨洋和邢昭林，这显然是双胞胎明星吗？娱乐圈中有很多艺人，但总有一些长得非常相似，让观众感到困惑。他们就像双胞胎。今天就带领大家盘点4对长得像双胞胎的明星，杨洋、邢昭林均在列。你可知道，第一个队长看起来很相似，这2位艺术家很可爱，面孔和身材都非常相似。如果他们不熟悉观众，他们可能会显得愚蠢和令人困惑。他们几乎是一样的，看起来确实如此，但2人都是非常有实力的演员。孙怡与演员唐子健结婚，但今年还有一部备受期待的电视剧《今夜又何夕》。而李静不仅是金曲奖的有力竞争者之一，正在播的剧很多，资源也很大。2张一山和夏雨3杨洋、邢昭林，两者在外观上有很多相似之处，无论是身高还是面部曲线，都是一个完美的帅哥。他们也是时下最炙手可热的演员，都有《微微一笑很倾城》、《双世宠妃》等耳熟能详的代表作，但性格却截然不同。邢昭林属于高冷型，而杨洋的气质则更符合阳光暖男的形象。王珞丹和白百合，这2位女演员几乎就像双胞胎。
他们开玩笑说他们的外表相似。由于王珞丹主要出演电视剧，电影相对较少，所以很多观众都以为她主演的电影是白百合饰演的。但观众也不能把错误归咎于两人，毕竟两个人的长相太相似了。有些人会认为他们是双胞胎。